声音在我的世界中，它一直都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首先是我们每天都在讲话嘛，还有我们每天可能都会去听一些音频类的东西，不管是音乐、播客，还是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剧观看，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我总觉得声音这个东西用好了的话，一定会很好玩。其实要说到好玩，我们可以举出来很多很多的例子，但是我就在想，声音这个东西为什么它这么的特殊呢？就是我会意识到说，在所有的五官或者说五感里面，声音是唯一一个没有办法关闭掉的东西。就是哪怕说那些耳聋的人，他们其实应该也能够听得到自己身体里面的声音。比如说像我们这些能够用耳朵听到声音的人来说，我们把耳朵捂住之后，也是能够感觉到有听力不有声音发生在我们身体内部的。我就把声音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支点，然后去联想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我会想到我为什么会觉得日语跟韩语这两门语言的声音很好听。它的好听程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莫名其妙的会被他们吸引。甚至我也会觉得粤语跟闽南语也很好听，相比于其他的语言来说，普通话对于我来讲倒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觉。还有我会觉得，比如说越南语的声音，我也不是很喜欢那种声音，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奇怪，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然后还有比如说我在听播客的时候，我会听到一些播客的声音是很尖锐的。那在声音尖锐的那样一个情况下，哪怕他这期节目的信息量再多，我也不可能继续把它听完，因为那个声音已经尖锐到我没有办法忍受了。但是对于别的一些播客的节目，它那个声音真的听起来很舒服，很舒服。哪怕说它的表达能力不怎么 OK， 但是在我听来，只要这个声音舒服，我就能够一直听下去。就不熟悉我的人可能不知道，我对于一个人的表达能力要求是很高的。就是如果一个人不管他的成就再大，他的表达能力在我听来是不 OK 的，那我心里面对他的印象分就会大打折扣。我是那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表达能力很有要求的一个人。OK， 继续往下讲。关于声音方面，我还会想到，比如说其实在我们国家，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噪音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得上严重，但起码在地铁里面的噪音是很严重的。就是比如说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听音乐的声音可以是就是苹果按键一键的音量就够了，但是我到地铁上，我可能快要到差不多满格的音量。就是如果我在家里听这么大音量的东西，我耳朵会炸掉。但是在地铁里面听那么大音量东西的时候，我的耳机居然不会提示我说这个音量过高会影响我的听力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又是因为什么呢？然后还有，我第一次去泰国玩的时候，我会发觉泰国街头的摩的声音真的很吵很吵。就是哪怕你在室内关上门，你也会听到突突突的那些摩的的声音。我当时就觉得，天哪，这个国家怎么这么吵呢？那是不是说明其实泰国那边的人，他们对于声音的敏感度会比我们中国大陆的人的声音的敏感度要那个叫要高还是要低？就是他们能更忍受噪音大的那种环境，就是更能待得下去。然后我还会想到，比如说，胎教，
之前我关注到一些新闻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有人说胎教这件事情是对腹中的胎儿有利的。诶，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孩子他真的能够听到肚子外面的声音吗？虽然我没有做过研究啊，但是应该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有些嗯怀孕的女性，她们可能会在平时给她们肚子里面的孩子去讲话，或者是讲故事，又或者是自言自语，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已经存在的现象。那有可能胎儿听到他的母亲这样说话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安全呐、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婴儿出生之后跟妈妈的感情是更深的，尤其是这个妈妈在孩子没有出生之前，会跟他有很多的沟通跟交流的话。还有的就是说，在孩子没有出生之前，给他听一些某些音乐人的音乐，会去熏陶他的什么音乐素养还是什么东西。哎，我也不太知道了。但就是我觉得胎教这件事情很神奇。然后我前段时间去查了一下，就是有这么一个实验，就一个怀孕的女性，把她送到，就是让她住在机场附近。我们都知道机场附近的噪音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个孩子在机场附近，因为他没有出生嘛，就是他还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在机场附近住了很久。后来这个孩子出生了之后呢，他会对那些噪音，很高，或者说那叫什么噪音大，就是他出生之后在噪音大的环境里面待着，会比那些，比如说他在肚子里面之前待着的环境是很安静的，那他出生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忍受噪音更大的世界，而在机场附近，待了很久，然后才出生的那些孩子，他们能够忍受更大噪音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比实验，我也觉得很神奇。有可能是胎儿他在噪音比较大的那个环境中待了很久，他就适应了，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他来说是安全的。毕竟他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待了很长的时间嘛，所以当他出生到这个世界之后，再去感受那些大噪音的地方，他会觉得那跟他之前在肚子里面的世界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诶，我就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从一开始的声音，然后让我联想到了这么多东西。这背后，虽然我没有办法现在就是把他们背后涉及到的东西全部都给挖出来，但我觉得如果去研究这个东西，应该会很有意思，应该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让我长见识。我之前在朋友圈里面刷到某个人说，他说啥来着？就是他有一句英文，好像说的是什么 "Everything is all about noise"，就有点像我们看过类似的一个例子是说 "Everything is all about taste"，他只是把 taste 换成了 noise。我当时就不是很理解这个口号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有空我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我还会想到哈，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展览里面，它也会把声音这个东西或者说这个元素融合进去。比如说它跟绘画结合，它跟一些艺术装置结合，就会形成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再加上像我这个人，我平常很喜欢寺庙的钟声，我也很喜欢风铃的声音，还很喜欢像那个 handpan，就是手盘的声音。我就觉得这些声音对我来讲是一种很治愈的存在，就是当你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哦，这个世界好安静啊。
就是那样很舒服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也在想，这些声音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它既可以是治愈的存在，也可以是噪音这种可能会危害人的存在，还有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存在呢？不是有一个词汇叫做声音疗愈吗？我虽然没有查过声音疗愈这个东西科不科学，但是，我就对这些东西感到很好奇，就想挖掘出来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我不知道的东西。